你说什么？凌云是我同母同父的妹妹？这事是曲阳他告诉我的。他说凌云她是陈阿姨一手抚养到大，而且陈阿姨之后也没有再婚，也没有提到过她父亲的事儿。可我看到的那个男人，先别管那个男人了，现在你得赶紧去想想，到底司总跟陈阿姨他们到底是什么时候离婚的？什么意思啊？你看，这上面有凌云她的出生日期，到底跟他们离婚的时间能不能吻合？让我想想。他们离婚好像是在7、8月，意思就是说，离婚7、8个月以后，凌云就出生了。那这么说，那就是之前他已经……你别胡说了，我妈跟我爸在一起的时候，不可能有别的男人。那就对了。那这么说，凌云她真有可能就是你的亲妹妹。凌云是我妹妹，凌云是我亲妹妹。哎，我是说有可能，你是不是该去找陈阿姨去问清楚啊？谢了。妈，建宇，建宇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告诉我，凌云是不是我的亲妹妹？凌云，你们都是妈亲生的，凌云当然是你的妹妹。那我之前看到那个男人，他是凌云的爸爸吗？建宇，你不要瞎猜。曲明阳他是妈后来才认识的人。那除了那个姓曲的以外，你还有别的男人吗？建宇，你是把妈想成什么样的女人啊？那你告诉我，你和爸爸离婚的时候，是不是就怀着凌云？建宇，你今天来，你就是来质问妈这些吗？建宇，难道你一点都不想看看妈妈？想，20多年了，我每天晚上都在想，我在想妈妈为什么要离开。如果凌云是我的妹妹，你是不可能离开的。妈，你到底经历了什么？你都告诉我。建宇，妈对不起你，妈对不起你。如果你真觉得对不起我，你就坦白地告诉我，凌云是不是你和爸爸的孩子？凌云，她是你的亲妹妹。凌云是我亲妹妹，凌云她是我亲妹妹。妈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。妈，你当初
为什么要和爸爸离婚？婚都已经离了，而且他也娶了张丽丽，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。建宇，请你答应妈一件事，千万不要告诉你爸，凌云就是他的孩子。妈现在唯一可以依靠的，也只有凌云了。还有我呀，妈，我找了你20多年了，我现在才找到你，难道你还打算丢下我吗？不，妈想你想了20年，怎么可能把你丢下呢？你是哥哥，你要保护妹妹，你就千万不要告诉凌云他是谁，好吗？我答应。凌云，你的办公桌回来了。我的东西是谁拿回来的？啊，是司总吩咐让人送过来的。进来。司总，我听说您让人把我东西又搬回来了，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。这是缔结发过来的合同，你看一下，下班以后给我一个回复。司总，您之前要辞退我，现在又要让我复职，为什么？是我的问题，和你无关。在这里，我给你道歉。你的问题？什么问题？我希望您能跟我直说。进来。司总，你先出去吧，这件事情以后再说。怎么了？司总，刚才张总叫人事部的人订的机票，说是让二少爷回来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出去吧。哎，爸，我听说有家面馆不错，好吃又特别，要不要我带你去尝尝？面馆。程家面馆。走吧，爸。好。二位好，二位想吃点什么？就来2碗你们这儿的招牌面吧。招牌面，好嘞，你等会儿啊。2碗招牌面。怎么他在这儿，妈呢？先生，怎么了？想什么呢？没事儿。面来了。慢点，这您呢？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请慢用啊。哎，
老板啊，你怎么会做这碗面呢？这是我们祖传的。哎，这个浇头跟别的店可不一样，你尝尝就知道了。啊，好，慢吃啊。陈家面馆，陈家面馆。哎，建宇，你来啦！真的是你！陈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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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就这么不想见我吗？见又怎么样？不见又怎么样？一别20多年，你就没什么话对我说吗？该说的、该做的，都已经说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没想到，你和我居然生分到这个地步。陈宇，你可真够狠的！身份。当初你跟我签离婚协议书的时候，不就已经是这样的结局了吗？那我想知道，刚才那个男人他到底是什么人？这是我的事情，我凭什么要告诉你？凭什么？啊！凭我私下汉跟你离婚，3年后我才再的婚。我想知道我的前妻是不是和我一样，还是离开我之后很快就去找了别的男人？你到底要羞辱我到什么程度，你才满意？我羞辱你？啊？陈宇，我们2个之间到底是谁在羞辱谁呀？你到底凭什么这样跟我说话？你把我当成什么人呢？我把你当成什么了？陈宇，当年我是那么的呵护你，那么珍惜你，那么爱你。你自己说，我把你当成什么了？那些都是过去的事情，我不想再去想。我现在生活得很平静，我不希望你来打扰我的生活。你真是这么想的？是的，我不希望你再影响我以后的生活。我明白了，我多年解不开的心结，我现在全明白了。爸，你是不是不舒服？要不……建宇啊，你今天真不应该带爸去那儿啊！对不起，我知道我这么做很唐突。那天我见到妈妈的时候，
我也无法接受。可是，她毕竟是我的亲生母亲。她不配。她除了生下你，根本就没有尽到一个做妈妈的责任。爸，我明白你的感受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妈当年离开的时候，她是有苦衷的。苦衷？当年鼎丰冰凌破产，她抛下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，跟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，这就是她的苦衷。爸，你误会了。妈离开以后就没有再婚，那个男人只是邻居，妈到现在还是一个人。建宇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？真的。而且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。什么？妈当年离开的时候怀了身孕，而且那个孩子你还见过。我的孩子，我还见过。那，你的意思是，你妈妈当年离开我的时候，已经怀孕了？那她是谁呀？你知道不知道？哎，建宇啊，要是知道的话，你赶紧告诉爸爸。就是我们公司新来的那个法务特助，昌凌云。凌云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爸，一开始我也不相信，后来我就查了凌云的出生日期，而且我也问过妈妈了，她也承认了。不可能。爸，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可以去做 DNA 的检测。爸，你没事吧？爸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建宇啊，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？都是真的吧？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要不然咱们……我信。哎，那你说，当年你妈妈既然她身怀有孕，她为什么还要离开我呢？这也是我疑惑的地方。我总觉得有其他的原因。但是爸，不管怎么样，你要是相信凌云是你的女儿，她从小跟着妈吃了不少的苦，我们应该尽力的去弥补她。他是凌云的亲生父亲吧？凌云他知道吗？我还没有告诉凌云。他到底做了什么，把你伤得这么深？都已经过去了。我以为我这一辈子我再也不会见到他，没想到。这该来的终究会来。凌云和建宇是你的孩子，也是他的孩子，你想避是避不开的。我自认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情，我问心无愧。我只是担心凌云他。凌云他已经长大了，而且非常懂事，他会体谅你的，你就放宽心吧。米娅，有件事情我要麻烦你，什么事？你说。你千万不要告诉凌云他爸爸来过的事。
我是不会说的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，这件事林云他早晚会知道。与其让他自己知道，不如由你来告诉他。董事长，您要的资料。啊，好，忙去吧。喂，您好。好，我马上给您发过去。就这样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有事吗？去哪儿了？哦，跟一个员工聊点事儿。你去查陈凌云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今天有点累了，有些事儿咱们晚些再聊。不行，我现在就要知道，我现在就要你给我一个解释。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嘛？啊，怎么这么就不合理呢？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了？还是早就知道了？我知道什么呀？那你这么关心凌云的事干什么？哎，是你在关心他吧？我的丈夫对个年轻女员工过分关心，身为妻子的我想要知道，难道有错吗？行了，你别瞎猜了。我跟凌云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不是我想象的那样，那又是怎样？凌云是我跟陈月的女儿。女儿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也是意外才知道的。当年陈月跟我离婚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她已经怀上了凌云，阴差阳错我才碰到了她，所以你就去见了陈月。你们都已经离婚了，你还去找他做什么？哎，你忘了当初是他离开你的。这些我都记得。但是凌云是我的女儿啊，是我施霄汉的孩子。是又怎么样？哎，你不会是想告诉我，你准备接陈凌云回私家吧？没错，我正是这个意思。我要把凌云名正言顺地接回私家。施霄汉，你会不会太过分了？我为你为鼎峰付出了这么多年，你现在问都不问一声就要把陈凌云带回家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了？一码事归一码事啊，你不要混为一谈。好歹我是你的妻子啊，你就这么不顾及我的感受，对陈月有什么好？你就这么重视他的女儿？你别忘了，当年是我陪你度过顶峰危机的，我为你生了剑锋，为你照顾剑雨，这都是我，是我。丽丽啊，丽丽，这些我都记得，我从来也没有忘记过。好，那如果说我永远不会接受陈凌云呢？你都可以接受剑雨，你为什么就不能接受凌云呢？啊？
啊？就因为我已经接受了司建宇一个人了，我没那么大的心胸再去接受另外一个人。我要一个完完全全属于我的家，而不是时时刻刻有陈月的影子。小海，我从来没有求过你，就这一次，我求求你行不行？蕾蕾啊，我亏欠凌云的太多了，我缺席了20多年的父爱，今后的日子呢，我要用我的全力来尽到作为一个父亲的职责。蕾蕾，请你理解我，好吗？不理解，我也永远不会接受。司小海，太过分了。哎，蕾蕾，蕾蕾。妈，你怎么了？今天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这眼皮一直跳。是不是最近太累了？要不咱们今天早点打烊回去休息吧？啊，也好。来，我来吧，你休息一会儿。辛苦了。张离离，张总，你都已经离开这么久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回来？为什么要出现在这里？还带了一个女儿回来，还把她带到司萧汉的面前，你到底安着什么心？你今天来就是要跟我讲这些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什么都没有做。你什么都没做，那为什么司萧汉知道她的存在？你到底在说什么？哼，事情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，你还说你不知道？我知道什么？妈，他到底在说什么？凌云，你先出去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凌云，你听妈的话，你先出去，先出去。不，我不出去。陈月，你自己不敢告诉你女儿，偏偏跑去告诉了司萧汉。我真不知道你的心思原来这么的深呢。哼，你跟司建宇还真是亲生母子呢，一样的阳奉阴违，一样的龌龊下贱。你别太过分了，我不许你这样说我的孩子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凌云，司建宇是你儿子，那你和司董什么关系？爸，爸，快点去。好，没事。爸，这晚上天气凉，你身体还没恢复好，早点回房休息吧。我没事啊，你先去睡吧。爸，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，阿姨去找过妈妈了。她去干嘛？那你骂她？我想，妈妈和妹妹一定受了委屈。黎黎的脾气啊，我是知道的，她那儿我去说。那这样说来，凌云知道我是他的父亲了。爸，那以后我们该怎么处理啊？这个女儿，我必须认。你让我想想，让我想想。爸，对不起啊，我不应该在你身体不好的时候跟你说这些，惹得你心烦。这个不能怪你。自从你妈离开这个家，我这个心结一直都在。
现在说出来了，心里反倒好受了。爸，当年妈妈为什么要离开？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？那个时候你才5岁，不记得是正常的。那一年，顶峰的合约方片面解约，公司的资金链断裂，濒临破产。爸爸被人四处逼债，我就到处融资，想救回顶峰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你妈她留下了个信封，离开了我们，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。信封？里面有离婚协议书吗？一份签了名的离婚协议书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封信。他说他无法忍受如此之大的公司破产压力，所以提出了离婚。建宇啊，你妈妈她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女人，她温柔、贤淑、善解人意。正因为这点，爸爸至今都没有想通，他为什么要离开我，离开这个家。爸，不管妈妈当年怎么样，凌云她都是无辜的。她从小吃了这么多的苦，这些本来不应该是她面对的。是啊，我们亏欠凌云的太多了。2位请慢用。找我有什么事？说吧。凌云，别叫我司总了。你知道那件事了吧？你是我的亲妹妹，跟哥哥别那么陌生好吗？之前你要辞退我，也是跟这件事情有关系吗？是，但也不全是。OK， 哥哥给你道歉，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了。我以为你是曲明阳的女儿。曲叔叔一直很喜欢妈妈，但是妈妈没有接受他。我知道，这些事情我都知道，包括张丽丽去家的事情我也知道。她简直太过分了，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，让你和妈妈受委屈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你相信哥哥，不管谁作弄，我一定会让你名正言顺的回到司家。如果我说我不愿意回去呢？林雨，为什么？你不用担心什么。虽然爸爸没有原谅妈妈，可是他是很珍惜你的。爸不原谅妈，是他亲口自己说的吗？他有什么资格这么说？明明该检讨、该自责的人是他。你怎么能这么说爸爸呢？当年是妈什么话都不说没就走了。你知道爸爸有多痛苦吗？你知道那么多年他是怎么过来的吗？难道妈妈不是吗？这么多年来，我只要问起关于爸爸的事情，妈妈总是默默地掉眼泪。她的伤心，她的难过，你们有谁关心过？妈妈被毁掉的是她的人生，你们有什么资格指责她？就算妈妈她伤心，她难过，可是当年是她主动提出离婚的，是她抛弃了家庭，抛弃了幸福。你说什么？明明是爸爸提出离婚的，你怎么能让妈妈独自承受这么大的委屈呢？林雨，我知道你很维护妈妈，可是你也不能扭曲事实，对不对？到底是谁在扭曲事实？我想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。不管有什么误会，我都不希望你爸爸再来打扰妈妈的生活。也请你转告他，我可以承认他是我爸爸这个事实，
但是我永远都不会接受他，更不会回到4家去。凌云，司建宇，你太冲动了。刚刚为什么要和凌云争？现在你最大的敌人是张丽丽，爸爸对凌云那么亏欠，肯定想尽办法补偿凌云，所以他一定能帮到你。为什么还要和他争执？这不是一泽家吗？我怎么到这儿了？你也不知道他在不在。哎呦，在不在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陈凌云，他怎么在这儿？啊，一定是刚从一泽家出来。真以为这么献殷勤就可以抢到一泽哥吗？小兰，凌云，我还以为我看错了，还真是你。你是来找一泽哥的吗？啊，不是的，我碰巧路过。撒谎都不会，真是够巧的。正好我一个人无聊，要不一块去坐坐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还有点事，所以……哎呀，走嘛，我知道这附近有个特别好吃的甜品店，走吧。嗯。怎么样？味道还行吧？很好吃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要说谢谢的话，也应该我谢谢你啊。为什么？谢谢你替我照顾一泽哥啊。我照顾他，应该是他照顾我才对吧？反正都一个意思。凌云，你了解一泽哥吗？他是一个对自己很严格，对别人很挑剔，但是是一个有能力的人。你说的是工作，我说的是，你了解他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？一泽哥这个人呢，外表看上去冷冰冰的，其实心里面热得像一团火。如果他要是爱上一个人，他就会特别的深情，特别的专一，他会把他所有的爱都给那个人，是吗？一泽哥之前谈过一个女朋友，交往了很长时间，他非常爱她，都快结婚了，但是后来突然就分手了。我从来没听他提起过。他怎么会跟你说呢？一泽哥这个人这么好强，就算他再怎么爱这个人，分手了他也不会去找他。更何况，他怎么会跟你提起他曾经跟谁交往过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我怎么可能知道呢？我肯定不认识啊。你肯定认识。她是现在最红的女明星。女明星？谁啊？
莫子琪。莫子琪？哦，原来他们俩谈过恋爱啊。有没有人说过你跟莫子琪很像啊？我跟她像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人家可是女明星，我怎么可能跟她长得像呢？但是真的很像。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原因，为什么不能再在一起。但是我知道一泽哥那个时候真的很痛苦，我也帮不了他什么。直到你的出现。我的出现？你的出现弥补了一泽哥在莫子琪那儿的缺失啊，所以一泽哥对你也不太一样。米小姐，我想你弄错了。从来没有人说我跟莫子琪长得像，而且我也没有觉得副总对我跟对别人不一样。哎，也不能说你们长得像吧，可能是性格，气质。但总而言之，一泽哥一定是把你当成莫子琪的影子了。我知道，你一定不愿意做莫子琪的替代品，但是我还是真心希望你能够帮一泽哥，帮他从莫子琪的痛苦当中走出来。虽然你跟一泽哥也不可能走在一起，我知道这样对你很残忍，但是我可以帮你，我愿意帮你和一泽哥走在一起。我想你误会我们之间的关系了，我们俩只是单纯的上下级。他没有在这儿得到什么安慰，我也不需要你的帮助。我是程凌云，我不是任何人的影子，我只和我妈长得像。如果没有别的事情的话，我先走了。陈凌云，陈凌云，我有话跟你说，走吧。没空。这是命令。今天休息，我不用听你的命令吧？这是跟你跟建宇的关系有关。是司总告诉了你我的身世。是我跟他说的。你告诉他的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也是最近才知道。当时建宇，他以为他跟你是同母异父的兄妹，所以我才去调查的。结果，你们所有人都知道了我的身世，却没有人告诉我什么。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……这怎么不是重点？凭什么我最后一个人知道自己的身世？凭什么你们所有人都可以调查我的身世，探查我的隐私？你们都有自己的想法和道理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我只能听你们的？为什么呢？不是你先冷静一下吗？冷静？你要我怎么冷静？我居然进了跟我失踪20年爸爸的公司，而我的哥哥是我的顶头上司。我妈有我妈的苦衷，我不能怪她；我哥有我哥的立场，我也不能怪他。可是你呢，副总？你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凭什么调查我？你既然已经调查出来了，你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时间告诉我？你就那么喜欢掌控别人吗？真的不是这样的。我是发现
鉴于他对你的态度已经开始影响到他的工作上的判断，所以我才要去调查的。而且关于你，我真的不愿意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到你的工作。工作？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跟我谈工作是吗？你以为我会感谢你吗？真的不是这样的，这好，咱们今天就把话说清楚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正式跟你辞职。你那个竞业限制，让他见鬼去吧！还有，我宁愿给我妈开面馆，我也不要回顶峰。你真的要离开顶峰？是。你是真的对顶峰一点留恋都没有吗？没有。那天都项目呢？没有。你的那些策划呢？没有。你向往的天都项目，围绕着他的那片绿地呢？没有，没有，我都说了没有。那我呢？你什么？难道你对我就没有半点留恋吗？我记得我第一次看见你，你是当代驾。当时我在想，怎么会有女生做这种职业？还记得你对我的态度很差，这是你留给我第一个印象。那是因为……你先听我把话说完。我第二次见你，是在学校毕业典礼。没想到你竟然是全科优秀，当时我是挺欣赏你。后来你跑到我们顶峰来应聘，是我把你刷下去，因为我知道天都项目难度的确是太大了，外面有那么多的好工作，为什么你不跑到外面去呢？结果你还是进来了。后来你凭着自己的努力，越做越好，甚至你感动到我们。我们是因为你才相信天都项目到最后一定会成功。后来建宇他发现你跟他之间的关系，他误会了你和他是同母异父的兄妹，所以他才要处处的针对你，才要把你赶离开顶峰。当时我真的是很担心，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我是很担心，如果有一天我走进办公室，我再也看不见芒洛你，我会是什么感觉呢？你明天就知道了。要是可以的话，我宁可一辈子我都不知道。之后有一天，你跑到我办公室来，你说你知道收走你办公桌的人是建宇，你很不高兴，你说你要辞职。我当时我真的很害怕，我害怕失去你，我害怕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。虽然我们认识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，但是你已经融进我的生活里，我不能再失去你，所以你能不能答应我，不要离开？你让我留在你身边干什么呢？工作拍档吗？只要你愿意，我们……如果我不愿意呢？我问你，我是不是很想一个人？想谁呀？我自己。你怎么会说到他呢？我是不是很想他？我们能不能不要开启这个话题？你见到我的时候，是不是会想起他？我不愿意回答任何关于他的问题。
好了，我知道了。都已经这么晚了，都早点回去休息吧。陈凌云，任何感觉都会变成一种习惯，我不想成为你习惯中的一部分。来喽，小心烫。没事。来，妈，你坐。哎呀，你看看，让你别进去忙嘛！你看这里都是油，怎么办？没事儿，妈。来，尝尝我给你做的面。小时候，江丽丽不给我做饭吃，我就自己学着做面条。妈，我发现我做面条是有遗传的。他不给你饭吃，你爸知道吗？嗨，一顿两顿的，也饿不死我。都怪妈，是妈对不起你。妈，您别这么说。其实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。我之前误会你跟曲叔叔的关系，错怪了你，还牵动了凌云。妈，你别怪我好不好？不会怪你，你做什么妈都不会怪你。怎么了？妈，我怕凌云他不肯原谅我，毕竟之前我对他的态度实在太差了。你们之前相处一直好好的，但是凌云啊，他就是一个直肠子，你哄哄他应该就没事了。妈，其实我觉得我们母子三个人的性格还挺像的。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妈妈，又多了一个妹妹，我真的好开心。妈，以后有时间我就来看你，好不好？当然好啊。不过，你公司的事情这么忙，那又算什么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都不想去工作了。我想在面馆陪着妈妈。只是什么？只是我不想便宜那个张丽丽。如果我不在公司的话，她肯定会抢走鼎峰的。抢走就抢走呗，只要我们三个人能够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的在一起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妈，你说的没错，但是我还是不甘心。鼎峰是爸爸辛辛苦苦20年撑到现在，凭什么落在张丽丽手里面？我受了20几年的委屈也就算了，妈，你辛辛苦苦这么久，也应该想想清福。还有凌云也是，他那么辛苦的工作挣钱是为什么？我也希望他能够开心快乐每一天。妈，你说对不对？你说的都对，可是妈好像什么都不会。妈，你什么都不用管，交给我来就好了。只是我希望你能够劝劝凌云，在公司的时候多帮帮我，
她是你亲妹妹，她本来就应该帮你啊。还有，我希望凌云能够认爸爸。认爸爸？妈，其实我能感觉到，爸爸对凌云，他是有愧疚的。如果凌云肯认爸爸的话，以后我在公司对付张黎黎，我把握就大很多了。可是，妈，你不认爸爸，我不说什么了。但是你想想凌云，他身上流着爸的血，你总不能让他一直这样单亲下去吧？再说了，如果他和爸的矛盾不解开的话，我在公司也挺为难的。凌云，她从小就是主观意识很强的女孩子，个性又倔。哎，这样吧，我劝劝她，但是最后拿主意的还是她自己。妈，凌云这么孝顺，他一定会听你的话。哎，行了，咱先不说这个，面都凉了，哎，吃，乖儿子给你做的面。谢谢。回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钥匙落我办公室了，给你送过来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去拿就是了。还喝那么多酒啊？等你等的无聊。你下午干嘛去了？我约了人去谈事儿去。谁呀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是陈凌云吗？是他，那又怎样？你们都聊什么了？我们聊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你什么态度啊？你以前不会这么对我的，是不是陈凌云跟你说了我什么？我们说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那你就告诉我啊！你们都聊什么了？那是我们的私事，我没必要告诉你。私事儿？你知不知道？我从下午等你到现在，你电话不接，微信也不回，你陪着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女人一下午。她是我下属，不是你口中所说的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女人。再说了，我没有要求你从下午开始在我家里等我。你现在是为了他来教训我吗？你喝醉了，我送你。我不要走。你不要走，那你要干嘛？我要留下来陪你。走，送你回去。我说了我不走。泽哥，你不要让我走好不好？我知道我走了，你就不要我了。我知道我做的不好，我要是哪儿做的不好，你告诉我，好不好？我改。不是谁错的问题，不是改不改的问题。好了，现在是我错了，行吗？我送你回家，别哭，听我说的，走。我不要回我那个冷冰冰的家。一泽哥，你不喜欢我吗？真的不喜欢我吗？可是我喜欢你。我真的很喜欢你，从小到大就喜欢你。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可是我控制不住的喜欢你。你不要怪我好不好？我喜欢你，就是我妈妈已经不在世上了，我也不认我这个爸爸。我现在只剩下你这个妹妹，唯一的亲人。
我喜欢你，不仅仅是喜欢你，我还爱你。我不要，我不要亲人的那种爱，我要的是一个男人跟女人的那种爱。啊，你听清楚，我对你之间只有亲人的爱，你不要想歪了啊，明白吗？你真的对我一点儿感觉都没有吗？你知道吗？其实建宇，我知道建宇对我很好，可是我心里只有你。小兰，我们之间只有兄妹之间的感情，并没有另外的一种了。你不要乱想，好不好？我不管，我就是要你爱我。好，行啊，你既然那么喜欢待在这儿，你留着，我走。等一下，我走。我送你。不用了，你不说建宇对我好吗？我让他来接我。你现在喊住我，我就原谅你。我数3下，1、2。傅一泽，我一定会让你主动来追我。林云，睡了没有？妈。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睡呀？睡不着。有心事，要不要跟妈说说？我辞职了。辞职？妈不是让你不要辞职吗？我不想在那个人的公司上班。林云啊，你在顶峰上的好好的，你千万不要因为妈影响到你的前途。我想得很清楚了，妈，你那么辛苦的把我养大，如果我还在那个人公司上班，我心里过不去这道坎儿。再说了，我这么有能力，还怕找不到工作吗？可是，林云，妈希望你能够多考虑考虑。我还考虑什么呀？妈还是希望你能在顶峰上班。为什么？顶峰是那个人的公司啊。可是你哥哥在啊。我知道这20年来，建宇他也吃了不少的苦，可是这都是妈造成的。但是我也不能帮他任何的忙，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帮帮他。再说，你们是亲兄妹，你帮他也是应该的。林云，你千万不要因为妈和那个人的事情影响到你们的前途。林云，妈还要跟你说一件事情。还有什么事？云云，你能不能和你爸相认？妈，你在说什么？我知道这个要求很过分，但他毕竟是你的爸爸。再说，当时我离开他的时候，他并不知道有你的存在，所以妈希望你能够原谅他。是不是司建宇来找过你？没有，他没有来找过我。我不答应这个要求。你之前不是跟我说，我爸爸不在了，我就永远当做没有这个爸爸不就行了吗？我装作不认识他不就行了吗？凌云，你别那么固执好不好？说不定他会是一个好父亲呢。妈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凌云，就算妈求你，妈求你，你再听妈一次的话，行吗？我长这么大，什么时候没听过您的话？可是您现在让我去认他，
难道你也看上他的钱了吗？你怎么会这么说妈？难道妈在你的眼里是这样的人吗？那你为什么要让我去认他呢？他有资格当我的父亲吗？不管他有没有资格，他就是你的爸爸。我可以不认，但你不行。凌云，你去哪儿？家里太闷了，我出去透透气。什么？都出去2个多小时了。是啊，我到处都找不到凌云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常阿姨，您怎么能逼凌云去认那个人呢？其实现在心里最难受的人就是他。我知道，可我也是没办法嘛。你实话跟我说，是不是施建宇让你这么说的？哎呀，你糊涂啊！心里想着儿子，就没有女儿了。现在都别说这些了，现在赶紧找到凌云比较重要吧。这大半夜的，他一个女孩子家在外面怎么办呢？你不要担心啊，现在外面的治安也没那么糟糕。这样，我跟曲恒再出去找找啊。常阿姨，你别担心，我刚刚给朋友们打过电话，他们都在帮忙找，我现在就出门去。啊，你守着常阿姨，我一个人去就行了。快去。都是我不好。好，别担心了啊。终于找到你了，怎么一声不响就跑出来？你知不知道常阿姨多担心啊？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都2个小时了，已经够了吧？听话，跟我回去，免得他们担心。啊！哎，你能陪我聊聊天吗？这件事情，我是不是做得很不对？你是说，常阿姨让你认父亲这个事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妈让我这么做。我记得小的时候，我们家真的很穷，我妈的身体又不好，我天天蹲在家门口，等啊等，就想等我爸的出现。可是我等来等去，都等不到他。你知道每一秒都失望的感觉吗？20年了，他从来都没有找过我们母女俩。其实我不在乎他是什么身份、什么地位、有多少钱，以他的能力要找我们母女俩太简单了。也许他真的把我们忘了。我妈现在让我去认他，难道仅仅是因为他是我雪原的爸爸？我真的不能接受。
接受不了，咱们就不接受。傻丫头，你不是一直想出国进修吗？我陪着你，咱们一起出国好不好？出国，我放心不下我妈。放心吧，常阿姨有我爸照顾着，说不定我们不在，对他们来说还是个好事。再说了，未来会怎么样，谁知道呢？是啊，未来会怎么样，谁知道？不过说真的，你说你跟我一起出国，那地姐那边的工作怎么办？当然是辞职了。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，但在我想象的未来里，一定都有你。不过，在这之前，你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常阿姨的意见？我相信，常阿姨让你认司萧汉父亲，一定不是她的本意。为什么？也许是常阿姨的心病吧。心病？这个心病就是司建宇。凌云，你想，常阿姨那么坚强的人，什么事情能让她变得脆弱，而且还放弃自己的原则？也只有你和司建宇。尤其是司建宇，常阿姨对他的愧疚，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。尤其是常阿姨知道张丽丽是怎么对司建宇以后，要不是因为有你的话，我都想象不出常阿姨会做出什么事情来。应该是这样。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我想，只有委屈你，先帮衬着司建宇，这样才能解开常阿姨的心结。其实我们都明白，司建宇和张丽丽的斗争之中，最重要的就是司萧汉的表态。我想，你认了司萧汉，会对司建宇有很大的帮助。弄了半天，你刚才是在哄我啊？你还是想让我留在顶峰，去认司萧汉？我并没有在哄你，只不过，如果不解开常阿姨的心结，我想你也不会开心的，对不对？况且，这也不需要很长时间，只要等天都项目结束就可以了。天都的项目？没错，其实天都项目就是司建宇用来对付张丽丽的资本。如果这个项目成了的话，那司建宇就在顶峰站稳了脚跟。而且，你不要忘了，天都项目是你毕业以后第一个工作。你想啊，你为了这个项目付出了多少努力，多少心血，遭受了多少白眼。如今这个项目好不容易进入正轨了，你真的舍得放下？你说的对，这是我第一份工作，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呢？谢谢你的提醒。这就对了。只不过如果我留在顶峰的话，到时候你在和不在都已经不重要了。而且据我估算，这个项目最慢只需要半年。半年？够吗？绝对够。我等得起。你呢？好啦，不说不开心的事情了，聊点开心的。明天中午想吃点什么？我给你送到公司去。都行啊，辣的吧？那就麻辣香锅。不行，麻辣香锅吃多了会长痘的，你这样不漂亮了。我不喜欢长痘。
要不然我会去给你买货。好，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儿了，散会吧。司董，你叫我什么？司董。这个房间里现在只有我们2个人，你可以叫我爸爸的。当然，一时改口也不容易，但是你心里要清楚，我是你爸爸。我真是没想到，你居然是我的女儿啊！这20年，你受苦了。我没吃什么苦，吃苦的是妈妈。好了，过去的事情我们不再提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司小汉的女儿。我要把这20年亏欠你的父爱10倍、100倍的补偿给你。陈月这个人呐，什么都好，就是脾气犟。哼！既然早知道她已经怀上你了，就应该告诉我呀，否则我们也不会分别20年的。你是在责怪妈妈吗？我心疼的是你。你不是说之前的事情不要再提了吗？好吧，过去的事情咱们不再提了。这样，要不要爸爸陪你四处逛逛？或者是你想去国外旅游的话，尽管说出来，爸爸一定满足你。这些都不用了。我今天来只是想跟你说一件事。我希望我以后是凭自己的能力在顶峰工作，不需要任何特权和优待。你还是不肯原谅爸爸。其实我昨天已经向副总辞职了，但是我想来想去，还是决定留下来。我只希望你能答应我这个要求，你能答应吗？好吧，爸爸答应你。我心里很清楚，要你接受我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但是只要我们父女有机会相处，你一定会体谅到，爸爸是真心想补偿你的。这些事情以后再说吧。没别的事的话，我先去工作了。凌云。能给我一个拥抱吗？爸爸这一辈子没有抱过自己的女儿。好感人的场面啊！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。小海，
你也太着急了吧？还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女儿呢就报上了，万一要不是呢？张总说的有道理，要不这样吧，我们去做个 DNA 鉴定，好吗？不用，你就是我的女儿，这点我敢肯定。可是张总好像有不同的看法。那是开玩笑的，凌云，我第一次见到你就特别喜欢你，没想到竟然还是一家人呢。啊，对了，你叫肖汉爸爸的话，那你是不是也该叫我一声妈呀？张总可真会开玩笑啊！不好意思，我只有一个妈。爸，我去工作了。这就是你认的女儿啊，没大没小的，你该好好管她了吧？什么叫认的？那就是我的女儿。丽丽啊，你也这把岁数了啊，不要整天的跟小贝斗来斗去的，一点涵养都没有。我可告诉你啊，以后不许针对凌云，听到了没有？我哪有这个闲工夫？没有就好。